大家好，之前我们介绍过，菌料是目前性能非常突出的防水材之一，但价格相对也会比较高。最近却发现有一些厂商为了节省成本，会先试做双翼型的 PU， 再喷涂一层菌料，试图用这个复合式的做法来降低费用。这样做真的能省钱又兼顾性能吗？还是会带来隐藏性的风险呢？今天我们就用实际的测试数据，从3个角度来分析物性表现、化性及界面问题、成本与工程判断。先从物性来看，因为这类做法的逻辑通常都会先施做双翼型 PU， 再喷涂一层较薄的菌料，主要是想要利用菌料表面成模块，表面呈现像菌料的效果。所以这次我们准备了3组材料：2mm 的菌料及1mm 的 PU 加1mm 的菌料，和2mm 的 PU 加0.5mm 的菌料。并以2mm 的菌料为基准，其平均的抗压强度为177.71，平均的生长率为332%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组1mm 的 PU 加1mm 的菌料，这组的平均抗压强度降到82.02，若与2mm 菌料相比下降了53.85%。不过它的生长率从332%提高到350%了，增加了5.42%。接下来是第二组2mm PU 加0.5mm 的菌料，这组的抗压强度降到73.77，跟2mm 菌料相比下降了18.49%，但它的生长率反而提升了398%，增加了19.88%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趋势当 PU 材料的占比越高，材料的生长率就会提高，但抗压强度就会明显的下降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大家想象中的2种材料叠加，优点就会直接加成，它比较像是性能重新去分配，你得到更好的生长率和柔韧性，却失去了菌料原本的高强度，变得比较能拉，但不代表它能承受拉力上会更强。化性与界面的问题，这部分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。PU 跟菌料虽然都是跟异氰酸酯有关，但两者的化学结构不一样。PU 最主要是多元醇与异氰酸酯反应形成聚氨酯键，而菌料则是胺类与异氰酸酯快速反应形成尿键。当底层的 PU 已经固化后，再喷涂菌料上去，两层之间很难形成完整的化学键结。大部分情况还是得靠表面打磨粗化后的机械窑清洁干净，使用香浓的界面底漆以及良好的附着测试。如果底层的 PU 没有完全的熟化，里面还有会反应的小分子或微量的水汽，菌料因为反应太快会很快的把这些问题锁在里面。表面当下可能看起来很完整漂亮，但经过日晒、雨淋、温差、热胀冷缩，结构为位移，长期踩踏之后就容易出现起泡、局部的空鼓、边角翘起、层间脱离。问题不一定是材料本身差，而是这2种材料叠加后，界面未必能长期的稳定。真正先坏掉的往往不是表层的菌料或底层的 PU， 而是中间那一层看不见的界面。2层材料的变形速度不同，长期下来会在界面产生剪切应力慢慢的累积疲劳，最后导致松动或剥离。3. 从成本来看成本确实是很多人会考虑的点。以这3种做法来看2mm 菌料约1黑北1200至1600，1mm PU 加1mm 的菌料约1黑北800至1000，差400至500。2mm 的 PU 加0.5mm 的菌料1黑北约700至1000，差了500至600。表面上看这样做确实降低了成本，但别忘了它抗压强度却降低了50%以上。如果后续因为界面的问题出现了起泡、空鼓、剥落，需要修补甚至重做，总成本可能会反而更高。防水工程最怕的就是省小钱花大钱修。
总结来说 ，PU 加巨尿的复合系统，并不是弹性加强度的完美解决方案。它在悟性上啊做了取舍，在界面上存在着明显的风险，省下的费用啊也很容易因未来的问题吞掉。防水工程最重要是长期稳定，而不是做完好看。我们的建议是，除非机面条件非常的好，界面处理到位，而且经过严苛的附着测试，否则不建议采取这种省钱而做的复合施工法。宁可一次把纯巨尿系统完整的做好，也不要冒着日后反复出现问题的风险。今天的分享到这边，如果有碰到 PU 加巨尿的案例啊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经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次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会持续带来更多实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谢你的收看。